被认回皇室那晚，父王最宠爱的贵妃衣衫不整，下身鲜血淋漓，扑倒在大殿上，模样触目惊心。他状告我畜生不如，侮辱他至流产。皇上，你要为臣妾做主啊！要皇帝做主，将我千刀万剐。那可是臣妾好不容易才怀上的。这一个又一个帽子扣上来，对方是存了心药，我死无葬身之地。可我又不是男的，作案工具我也得有才对啊。我站在殿中，耳边是他一句比一句狠的控诉，心里却诡异地冷静下来。比起愤怒，我先感到的是荒唐，荒唐到我甚至想笑，笑他们做局做得这样急，这样狠，却偏偏忽略了最根本的一件事：他们认定我是男人。可这个前提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既然根子错了，那他们后面铺的再满，也注定会塌。本来认亲就烦，没有想到回到皇宫不止烦还要命。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台下哭得差点气绝的绝美女子，脑袋上只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不是，我才刚到皇宫一个晚上，咋就惹上他了？而且舟车劳顿，就算是一头牛，也得休养生息才有力气，不是？但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咬死我的。我初回皇城，对这里还谈不上什么归属感。金銮殿很大，地砖冷得像冰，群臣的目光更冷，像一把把刀子往我身上刮。可越是这种时候，我越不能露怯。他们既然要把戏唱到满朝文武面前，那我就陪他们唱，只不过最后谁丢脸，就未必是他们想的那样了。贵妃，你确定是我侮辱的你？没有看错人。闻言，他气得咬牙切齿，瞪着血红色的双眸，死死盯着我。苏锦，就算你化成灰，我也认得你。你别妄想仗着刚刚回宫没人认识你，就以为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啊！我的赤色鸳鸯肚兜可还在你床上呢。他哭得悲悯又实在凄惨，在场的官员无不为他痛惜。我看得出来，李贵妃很会哭，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哽咽，什么时候该停顿，什么时候该把那份委屈摆给谁看。她每掉一滴眼泪，殿中那些大臣对我的敌意就更深一分。人总是更愿意相信眼前楚楚可怜的受害者，而不是一个刚被找回、来历尴尬、身份又敏感的皇嗣。殿下，老臣可以作证，贵妃所说句句属实。如果贵妃不是经此一遭，她那腹中的二皇子完全可以平安诞下，只是可惜那晚。但说无妨。父王的声音低沉有力，平静的声音之下，还是让整个大殿之下抖了一抖。那太医抬起细长的眼皮，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后，果断回答：贵妃腹中的胎儿是被人存了心折磨致死的，要不是老臣及时赶到吧，恐怕连贵妃的性命都保不住。那人是铁了心要贵妃母子俩死于非命啊！我冷哼一声，眼神凌厉看向那位御医。你也说那人是我，可有证据？当真确定是我奸污了贵妃，并杀害了她腹中胎儿？我的声音不大不小，他却犹如惊弓之鸟，吓得当场尿了出来。尿骚味充斥着整个大殿，一时间当场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一起。对于我的各种猜测，在这一泡尿中达到了顶峰。那一瞬间，我差点被这荒谬的场面逗笑。可我更清楚，这泡尿不会替我洗清嫌疑，只会让他们更坚定地把一切都推到我头上。因为一旦一个人先入为主地认定你有罪，那么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解释成心虚、狠毒，甚至是威慑。真相在这种时候反而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殿下，你看看这位苏锦皇子，单是几句话就能使得蒋玉一惊惧到屎尿直流。由此可见，此人并非如我们所见般良善。蒋玉一乃3朝元老忠臣，能把他逼到如此地步的，此人必定是个毒瘤。他肯定私下威胁过蒋玉一。蒋玉一，现在可是在金銮殿上，你不要怕，大胆把真相说出来，殿下自会替你做主。他苏锦要是威胁你，你大可放心，有我们护着你。有了其他官员的维护，蒋玉一似是得到了巨大的鼓舞。老臣惶恐，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把真相说出来，绝对不允许奸人残害妃嫔及皇嗣。他的神情像是怕极了我，哆哆嗦嗦从怀里拿出一个腰牌，随后大气凛然瞪着我。大家请看，这就是那晚
苏晋逃脱时被我拽下的腰牌。那晚他不但威胁我，还把老夫打了个半死，目的就是阻止我说出真相。我一看身上挂着的腰牌早已不翼而飞，原来在这等着我呢。殿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求殿下快些为臣妾做主啊！臣妾死不足惜，可惜的是小皇子还未来得及看他父王一眼就被害死，那可是您诊断出绝嗣后最后一个孩子啊！他苏锦就是为了篡夺皇位要绝了殿下的种，他居心不良。是了，我之所以被老皇帝大海捞针寻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被诊断成绝嗣。除了贵妃腹中的胎儿外，我是他唯一一个子嗣。而我的母亲曾是老皇帝心心念念要找回的白月光，因此我和母亲的回宫，自然在这前朝深宫掀起一番风雨。多少人对我们红了眼，上了心。我和娘亲回宫这几日，表面上是风光，实则处处都在试探。谁来问安是真心，谁来送礼是试探，谁笑得越温和，谁心里未必越干净。我早知道这条回宫路不会好走，却没想到第一夜就有人按捺不住，要借我的命给所有人一个下马威。见我又是一副男儿装扮，他们就断定我就是皇子，生怕老皇帝真的一时冲动把皇位传给了我，到时候就没有他们什么事了。所以今日才有了这一出，只是他们似乎搞错了方向，我等着他们搬起石头重重砸向自己。我不怕他们拿证据出来，我怕的是他们没有备好证据。没有证据就只是泼脏水，证据越齐，越说明他们筹谋已久，也越容易在细节里露出破绽。栽赃这种事最怕的不是粗糙，而是太精致。太精致了，反而会让人看见幕后之人的迫不及待。报，已在朝阳殿内找到贵妃的赤色鸳鸯肚兜。报，贵妃被掳走必经之路，找到一只男性遗落靴子。报，找到苏景皇子昨晚贴身伺候婢女李花儿，已投井自尽，留下绝笔书信。随着侍卫们一一呈上来的物件，无论哪一个都指向了作案人是我苏锦。当今皇帝刚刚找回遗落在外的骨肉，一时间整个朝堂为之哗然，而我恰似被一团巨大的网给牢牢罩住，每个人都想把我置于死地，那种被所有人同时盯住的感觉并不好受，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四面八方压下来，连呼吸都带着沉重。我不是没有见过恶意，可民间的恶意再直接也不如宫里的恶意这样华贵又整齐。他们不必亲自动手，只需要一句话，一个眼神，一场合情合理的请罪就能把一个人推到万劫不复。此时父王的脸色也变了变，看向我时有探究，有怀疑，有指责，最后他的眼神定格在婢女怀里抱着的那一团血肉。娘亲同样察觉到了，她慌张地准备向父王开口，却被我摁了下来。此时此景，我正好试试我这位父王对我的态度。娘亲想替我说话，我知道她怕我受委屈，怕我刚回宫就折在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可我更想知道龙椅上的那个人到底把我这个失而复得的骨肉看得有多重。若他真的在意我，哪怕只有1分，也该在众口铄金时保留一丝清醒。若他没有，那我也好早做打算。这还用再说什么？直接把那苏锦拉下去斩首示众！他一个刚刚才被殿下认回的皇子，现在就敢如此胆大妄为，这以后还得了？首先开口的是有着铁面无私称号的御史大夫李渊，他为人最是嫉恶如仇。我看啊，是他8成早就听说贵妃的腹中胎儿是个皇子，怕贵妃生下来与他争夺皇位，故此趁机一箭双雕，真是好深的谋算。既然有人证，物证还有3朝元老蒋太医作证，今日这苏锦无论如何都走不出这金銮殿。如果不是真的，贵妃怎么可能会赌上自己的清白与性命？还有那期待已久的皇嗣，去陷害于他？这对贵妃来说，只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啊，我一个刚被认回的骨肉，肯定是比不过他腹中的男胎受宠程度。父王这么多年子嗣一直稀薄，放眼整个皇宫，除了他腹中的男胎之外，如今就只有我一个了。
他好好生下来，岂不是更有与我抗衡的力量？除非……我脑海之中灵光一现，陡然看向高台上坐着的父王。原来阴谋竟在这。我不动声色，静静地看着他们的表演，只有让他们站得更高，摔下来才会更疼。我忽然明白过来，这场局看似冲着我来，实则也是冲着父王的心病来的。爵嗣、储位、皇嗣之争，这几个字足以让一个皇帝失去最基本的判断。李贵妃腹中的孩子不是他的筹码，而是有人用来撬动整个朝局的一把刀。他们要的恐怕从来不只是我死。人证物证俱在，求殿下为贵妃娘娘做主啊！小皇子已可足月生产，却惨遭奸人所害，何其无辜！身为百官之首的丞相，也就是贵妃的父亲，第一个跪了下来，请求皇帝治罪于我。几个跟丞相交好的官员见状，也纷纷跪倒在地，高呼殿下要为贵妃做主。我冷眼俯视着台下这群要置我于死地的官员们。单是凭几个物证和人证，你们就断定是我所为，那试问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且不说我刚回宫，就算我真的要一箭双雕，害死贵妃腹中胎儿，我大可不必如此着急，或亲自犯糊涂。这与自断前路有何区别？我还不至于傻到如此程度。刚刚还在口口声声认定是我的官员，此时也犯愁了起来。照理来说，我的确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犯傻，他们也不是想不明白，只是不愿承认。因为一旦承认这件事疑点重重，就等于承认他们方才那些义正辞严的斥责太过轻率。可朝堂之上最不值钱的就是一个大臣的脸面，最值钱的恰恰也是谁都不愿先低头。于是所有人都宁愿顺着错的方向再往前走一步。当然是因为你贪恋贵妃的美貌。贵妃已到足月生产时期，生怕小皇子生下来，所以越是不可能的时间，你下手越安全。苏锦，这可是你一直私藏在身上贵妃的画像，老奴一直照顾你的起居，你的龌龊心思昭然若揭。啪的一声，贵妃的画像摊开在地。放肆！苏锦，你给我跪下！事到如今，种种铁证，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画像摔在地上的那一刻，我心里那点最后的侥幸也没了。原来人心叵测不是一句空话，你以为有人在照顾你，替你熟悉宫规，替你筹谋打点，结果他递给你的每一样东西，都可能早就在等着某一天反咬你一口。宫里最可怕的不是明刀明枪，而是笑着给你系上绳索的人。帝王震怒，百里遭殃，但我丝毫不畏惧，我不卑不亢，跪了下去。原来他们早就布好了局，就等着我跳下去，真是好大一盘棋。来人正是自认亲以来一直伴随我左右的林嬷嬷。那时我刚被父王确认为他的骨肉，林嬷嬷就是他派人照顾我、教我熟悉皇宫事务的嬷嬷。她细心体贴，事事为我着想。而贵妃这幅画像是她美名其曰，说是贵妃送给我的礼物，要我好生珍藏。我当时虽疑惑，但也照做了。现在看来，这幅画像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在这之前，我以为她是真心实意待我好。幸亏我和母亲为了避免非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一直以男装示人，因此她并不知道我女扮男装。其实林嬷嬷最开始接近我的时候，我不是没有防备，可她太会拿捏分寸了，知道什么时候该关心，什么时候该沉默，甚至连端茶递水的姿态都恰到好处。久而久之，我竟真有几分信了她。如今想来，不是我愚笨，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把每一步都算得极稳，连我的信任都被他们拿去做了局。殿下，您还在犹豫什么？如果不能给我一个交代，妾身死了算了。李贵妃以死相逼，明台高座上掌管众人生杀予夺大权的帝王铁青着一张脸，问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儿臣无错，这罪自然认不得。昨晚还对着我慈爱有加的父王，此刻毫不犹豫地抄起他身旁的花瓶，朝我劈头盖脸砸了下来。奸污嫔妃，杀害皇帝，威胁朝臣，这一桩桩一件单拎出来都足以治你死罪，你还敢大言不惭说你无罪？我还没死呢！温热的鲜血就这样顺着我的脸滴答滴答流着。花瓶砸下来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疼，而是冷，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凉意。昨夜他还以父亲的姿态看着我，今日就能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砸得我头破血流。
原来所谓帝王之爱，本就脆弱的经不起半点风浪。比起我的死活，他更在意自己的颜面、血脉和江山。娘亲脸色一变，登地站直身体，朝帝王不卑不亢跪下。殿下，我孩儿说没错，那就没错。不光他说没错，我也说他没错，就连太后也会说我孩儿没错。狂妄！殿下，你瞧瞧他说的是什么话？一介乡野妇人，要不是仗着殿下念及几分旧情，哪里还有他什么事？我看那苏锦就是他给教坏的。请殿下下旨剥夺他身为嫔妃的封号，给李贵妃及无辜枉死的小王子一个安慰。求殿下下旨。是太后，是太后，太后来了。我看谁敢！听到太后的声音时，我悬着的那口气才终于缓了缓。不是因为我不能自救，而是因为我知道有他在，至少真相能有一个被说出口的机会。这个皇宫里真正见过我出生，知道我是谁，也愿意在关键时候站出来的人本就不多，太后算一个，而且是最重的一个。一见到太后过来，父王当即从龙椅上下来，起身迎接。母后，您怎么来了？您这身子……而太后似乎是气急了，直接越过父王，快速闪到李贵妃身旁，直接重重甩了她一巴掌。谁敢动我皇孙？你这个贱女人，真是什么招数都想得出来！我告诉你，皇帝糊涂，我可不糊涂。李丞相想过来阻止，却被气头上的太后反踹了一脚。滚开！瞧瞧你们父女俩做的好事！哎呦，我的老骨头！父王亲自上前把丞相扶了起来，太后理都不理他们，直接拉着我坐到了上位。蒋玉一，还不赶快给我的乖皇孙包扎？愣着干嘛？哦，我忘了，你老了人糊涂了，都管不住屎尿了，那就准你告老还乡，赶紧滚蛋！太后，蒋玉一可是……太后一个眼神扫视过来，全场都不敢说话了。当年的太后铁血手腕，在场的各级官员都曾领教过。没有人敢在太后眼皮底下耍心机。殿中原本那股几乎要把我淹没的声势，在太后出现后陡然变了味。方才人人都像有了主心骨似的要我死，如今却一个个收敛神色，不敢多言。原来所谓群情激愤，也不过是看风向行事，谁掌权，谁的态度才是真正的天平。在这个皇宫之中，我和母亲回来第一个见的人不是老皇帝，而是太后。当年娘亲伤心离宫，也正是在太后的允许之下，我是何身份，太后是最清楚不过了。毕竟当年我可是她亲眼看着出生的，因此她一直都知道我是女儿身。太后对我而言，从来不只是皇祖母，她更像一面镜子，让我看见一个女子若有手腕、有眼界、有野心，能把自己活成什么模样。她懂我为何隐瞒身份，也懂我为何不愿做任人摆布的棋子。很多话我不必说出口，她看我一眼便已经明白了7、8分。母后，我知道您舍不得苏锦，但她犯的错天理不容，容不得饶恕啊！我虽绝嗣，但也并非后继无人。李贵妃怀上灵儿，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苏锦是皇子，可贵妃怀的照样也是王子。她为了私利杀害亲兄弟，但是这点，她就不可能为我朝储君。这样的儿子，我不要也罢。贵妃凄凄惨惨戚戚，哀怨地躲到父王怀里。殿下，咱们的皇儿死得好惨啊，他本该可以……太后狠狠瞪了李贵妃一眼，李贵妃当时血色全无，心虚地缩在皇帝身后。李贵妃，你给我住嘴！秽乱后宫说的就是你！你非但不收敛，还敢继续魅惑君王，其罪当杀！来人，给我拖出去杖毙！母后，太后万万不可！群臣都跪了下来，个个都为贵妃求情。太后见状，哈哈大笑不止。你们都说是我的乖皇孙侮辱了贵妃，还害得贵妃流产致皇帝子嗣凋零，是这个意思吧？这一环一套套的，都是要置我皇孙于死地呀！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李贵妃、蒋玉一，我再问你们一遍，确定是苏锦奸污贵妃和残害皇嗣，你们想清楚再说。若有隐瞒说谎，
你们就用全族性命来赔罪吧。太后的声音掷地有声，贵妃和蒋玉一对视了一眼，两人的眼神都充满了惊恐。而此时，蒋玉一早已承受不住压力，当场昏了过去。太后把全族性命4个字压下来的时候，我几乎能听见李贵妃心里那根弦绷紧的声音。做局的人往往以为自己狠，可真正见到更高位者的狠，照样会乱。他们敢赌我的命，却未必敢赌自己娘家满门的命。权势这东西，说到底就是看谁更舍得。最后，贵妃看了一眼她的父亲，然后凄凄爱爱出声：“臣妾确定就是他，苏锦，我要他千刀万剐，为我而偿命。”太后，臣妾死不足惜，但有罪之人，求您明察，还我公道。李贵妃说得大气凛然，在场的官员无不动容，又跪倒一地，求太后公平公正，还天下一个公道。好，哀家就还你们一个公道。但愿你们知道真相后，也能如此明事理。我拱拱手，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的头发散落，然后随着侍女的引导，换上了一身女装。我本女儿身，贵妃说的罪责实属太大，苏锦承受不起。散发、更衣、换回女装，这几个动作我做得很稳，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一刻我心里并不轻松。男装是我在外行走多年的盔甲，也是我在这座深宫里暂时藏风的屏障。如今我亲手把它卸下来，不是因为我愿意暴露自己，而是因为他们逼我走到了这一步。既然如此，那就让所有人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怎么可能？众人瞪大了双眼，我似笑非笑，望向李贵妃。贵妃，你口口声声说我侮辱你，还加害于你腹中胎儿，可我都没有作案工具，又怎么会去侮辱你呢？要不你亲自上手试试，看我苏锦究竟是不是男人。我是男是女，你不是最清楚吗？李贵妃瞧着我唇红齿白的模样，双眸不自觉颤抖了起来，嘴里囔囔道：“不，这不可能，一定是你是假的，你竟亲我，你在骗我，骗我！我明明找人。”我一把拽住他的手腕，不给他逃离，一字一句盯着他。是啊，你明明派人调查过的不是？林嬷嬷又在我身边贴身伺候，蒋玉一又亲自给你把关，我在你的布局里逃都逃不开。你早就谋划好了这一切，可你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竟不是男儿身，而是真真正正的女儿家。李贵妃脸色白得像鬼，陡然间失去了所有的力气，瘫软在地。看着李贵妃脸色煞白的瘫下去，我心里没有大愁，得报的畅快，只有一种终于落定的疲惫。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结束，只是他们第一层伪装被扯开了，真正把他推到前面的那只手还没露面。而今日这满店的羞辱、质疑和算计，也并不会因为真相大白就当作没有发生过。而李丞相瞬间像是苍老了10几岁，他愤然起身，朝着李贵妃走来，面目凶狠，抬手就是几巴掌。贱人，你知不知道整个家族都被你害惨了？说，幕后主使到底是谁？见事情败露，李丞相怎么可能会赌上全族的性命？唯有把一切罪责都推到李贵妃身上。李贵妃被打得口吐鲜血，怨毒的双眼紧盯着我不放。突然，她发疯似的朝我袭来。不，一定是男扮女装，我不信你不是男人！我抬手制止了前来护住我的护卫。既然他想要真相，想要证明个彻底，我成全他。那你就亲自上手验也好。我抓着他的手往我身上摸去，碰上我身体的那一瞬，他再也承受不住，鲜血喷涌而出，最后晕死了过去。父王大为震惊，他看向我时充满了自责，又小心翼翼地看了娘亲几眼，娘亲直接转过了身去。父王的自责来得太晚，也太轻了。若不是我有这层女儿身作挡箭牌，今日他看见的就会是我的尸体。我忽然觉得可笑，他不是不知道自己伤了我，他只是不愿承认自己方才几乎亲手杀了刚认回来的孩子。帝王总是这样，
犯错的时候理直气壮，后悔的时候却只肯拿几句软话来遮掩。锦儿，爱妃，你们瞒得朕好苦，怎么朕竟不知道我的花是男是女？你们叫朕如何自处？行了，皇帝，不是锦儿不说，而是她刚刚到皇宫不久，都还没休养生息，就被贼人惦记设计这么一大出好戏。要不是她谨慎一点，说不定就着了他们的道了。这么大一个帽子扣下来，势必是想要锦儿死啊！皇帝，你以后也该清醒清醒了。训斥完皇帝后，太后转身看向众位大臣。哼，如今真相已大白，怎么你们都哑巴了？众爱卿们不是口口声声说我皇孙品行有亏，铁证如山吗？要不是他女扮男装，恐怕他已经被你们口诛笔伐、血溅当场了吧？连皇子皇孙都敢算计，好得很，真是好得很。李贵妃被关押到地牢里，太后命人用人参汤吊着她的性命。毕竟幕后主使之人还得从她那突破，最为可惜的就是她腹中的男胎。李贵妃千不该万不该，为了把我和娘亲一网打尽，赌上了自己孩儿的性命。她的肠子该是悔青了。我确实厌恶李贵妃，也清楚她想置我于死地。可一想到那个尚未出生就被卷进争斗的孩子，我还是觉得可悲。那不是一团冰冷的政务，而是一条本来可以活下来的命。宫里的女人为了活，往往被逼得拿孩子、拿自己、拿一切去赌。赌赢了也未必自由，赌输了便是万劫不复。至于蒋玉一，他见事情败露，当场就要撞死在大殿之上。我眼疾手快，抽出侍卫的刀剑，当场砍下了他的一只右手，阻止了他的自裁。像他这样的庸医根本不配为医师，砍下他的一只手算是给我赔罪了。据他所招供，他之所以会帮李贵妃，是因为他的女儿被李贵妃给绑了，夫人也被关押，他不得已为之。太后命人去搜查贵妃住所，果然发现了他的妻女。只是单是看李贵妃和李丞相的反应，这一切谋划的背后并不指向丞相府，而是背后更强大的敌人。而且李贵妃一个深宫妇人，断不可能有这样的谋划。锦儿，你怎么说？我低声附耳，在太后耳边说出了我的怀疑。当真？你是说？太后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惊，但眼下的形势也让她不得不怀疑。我越想越觉得不对，李贵妃有野心，也有狠劲，可她做不到这样缜密，更做不到把朝臣人政、物政、后路全都安排得如此妥当。她像是一把被人磨快的刀，锋利是真的，却不属于她自己。能把她推到这一步的人，必然比我们眼前看到的更懂父王，更懂朝局，也更懂怎么利用人心。待到李贵妃被吊醒后，父王大为震怒，为他死去的孩子悲伤，为宠妃的背叛而伤心。他亲自审问了李贵妃。刑架上，李贵妃看向父王身边的娘亲，笑得癫狂。只许你有白月光，难道不许我有吗？原本我是不用嫁给你的。贵妃流下了血泪。她说她原本不是嫡女，原本有自己相爱的爱人，是皇帝看上了她的颜色。她的父亲又为了家族荣耀，硬生生以假乱真，让她代替嫡女，把她送进了皇宫之中。于是这些年，她熬啊熬，等着心上人来解救她。她说这些的时候，殿中有人不忍，有人鄙夷，也有人偷偷松了口气，因为只要她还有苦衷，旁人就更容易把责任继续推给情爱误人4个字，而不是去看这座皇宫，这个朝局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把人逼疯的。可我很清楚，苦衷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恨，却解释不了他为何要拿孩子和别人的命去填。忽然有天，他那早已被嫡母灌下堕胎药、无力孕育子嗣的肚子传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她居然怀孕了，成为了绝嗣皇帝中唯一的一个怀上子嗣的妃子。你知道我怀孕的那一刻有多开心吗？我以为我多年的苦楚终于要熬出头了，我终于能母凭子贵。可这时
非要从半路杀出个遗落民间的皇嗣，还有皇帝心心念念的丽妃，这叫我怎么不恨？但天无绝人之路，他回来了。他告诉我如何谋划，如何去簪赃陷害，如何把自己所即将失去的抢回来。为此，我居然赌上了我孩儿的性命。听着他哭着说这些旧事，我心里竟生出一丝复杂。他恶毒不假，可他也是这座皇城里被吃掉的人之一。他被父亲当成家族的工具，被情人当成谋权的棋子，又把自己腹中的孩子当成扳倒我的筹码。到头来，人人都想利用他，而他也学会了用最残忍的方式去利用别人。李贵妃，你糊涂！你要是能安分守己，就算景儿真是个男儿身，你的孩子也会护着你周全。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以为是我想这样做？李贵妃扯着铁链就想朝我扑过来，她瞪着血红色的眼眸，恶狠狠瞥向我。我可怜的儿，都是你们怎么不去死？够了！李贵妃，你自作自受！你的儿子是被你害死的，他何其无辜，竟然成为了母亲陷害别人的手刃！你好狠的心！是了，我活该，我的儿我来给你赔罪了。不好！就在李贵妃准备要自尽时，我及时卸了她的下巴。想死她还不够格，能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死。所以从始至终，你对朕都是算计。你有没有某一瞬间是真正想过朕？说，那个奸夫到底是谁？你总是三宫六院，只见得新人笑，见不得旧人哭。我的一颗心早给了别人，哪能像你一颗心可以装得下无数人忍？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的绝嗣，哈哈，并非偶然。绝嗣并非偶然，这句话一出，我几乎看见父王身上的那层帝王外壳裂开了一道缝。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皇帝，最在意的无非权与种。如今两个都被人玩弄于掌心，他不疯才怪。可我并不同情他种种因果，终究是他自己纵容后宫，纵容外戚，纵容欲望，一步步养出来的。父王是失魂落魄走出来的，整个人如同垂垂老矣的老人一般。刚出来，他抱着娘亲哭得像个孩子。我看着父王抱着娘亲失声痛哭，只觉得这画面讽刺得很。他直到失去，直到被背叛，直到皇权和情爱一并反噬，才想起自己也会痛。可这些痛从来都不是凭空落下来的，而是他这些年做过的每一个选择，最终绕回到他自己身上。时至今日，他才真正明白孤家寡人这4个字的意义。小心！饶是我有所准备，还是被冷箭划伤了胳膊。他出现了。黑暗中，永王一袭劲装搭配大刀，带着军队就这样闯了进来。父王见状大为震惊，接着很快他就联想到了什么。是你，贵妃处心积虑，甚至想用性命包庇的人，居然是你！我的好皇帝！是啊，皇兄好久不见了，你我分别数年，没有想到是以这样的形式相见。随后他冷眼瞥向我，好久不见了，苏兄。是好久不见。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该猜到的永王。他曾经和女扮男装的我称兄道弟，我们一同上战场杀敌，一同把酒言欢。我一直以为我和他的兄弟情会延续下去，甚至我把我最隐秘的秘密都告知了他，结果就换来这样的算计。永王出现时，我心里那点最后的念想也彻底死了。我不是没怀疑过他，可怀疑和亲眼看见终究是两回事。曾经并肩杀敌时，我是真的把他当过朋友，当过能托付后辈的人。现在想来，那些把酒言欢的夜晚，那些兄弟相称的话，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当了真。你最终还是没有得逞，这滋味如何？他的脸色深沉，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我当初就应该一刀了结你，而不是放虎归山。不过现在也不晚。他摆了摆手，黑暗中走出了数百人训练有素的军队。永王，你这是想要造反？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皇兄？当年就不应该心软。那皇位本来就是我的，要不是你的好娘亲，我又怎么会既丢了皇位，还丢了心爱之人？永王拔出佩剑，锋利的刀尖在黑夜之中格外吓人。没有想到我们兄弟俩最终还是兵戎相见。永王，当初是我儿心软，饶你一条命，没有想到多年后你还是如此下作，居然利用起女人来帮你夺权。你也不过如此，你当真以为哀家是吃素的吗？当年你的娘亲斗不过我，现在
你照样斗不过我。皇帝还愣着干嘛？父王闭了闭眼，把手放下，顷刻间数以万计的箭矢朝着永王飞去。箭雨落下的时候，我没有移开眼，不是我冷血，而是我必须亲眼看着这场因果走到尽头。有人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拿别人的命铺路，那他自己也该想到，总有一天会死在同样的算计里。只是想到曾经那个与我策马并肩的人最终变成这样，我心口还是像被什么顿顿地碾了一下。永王死了，李贵妃想要用性命保住的人还是没有保住。永王一死，很多表面上的恩怨都像是了结了。可我知道，真正难的从来不是除掉一个敌人，而是怎么在废墟上重新立规矩。人死了，旧势力还在，旧观念也还在，只要这些东西不动，悲剧就还会换个人，换个名字，再来一遍。还有一个真相，我没有告诉这个可怜的女人，永王是没有心的，他永远都不会爱李贵妃，他只是想利用她来争夺权势。在我的请求下，父王下了旨，把李贵妃关押至冷宫。谁知圣旨刚下，李贵妃还是自缢身亡。她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她要为她死去的孩儿赎罪。至于丞相被革职查办，李家所有族人流放西北，李氏族女儿永不得入宫为妃。我想这对李氏女儿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李贵妃用自己的性命为家族女人们赢得了不再入宫为妃的命运，她们终于可以不再被牺牲。至于我以及娘亲，父王说她如今已绝嗣，我身为他唯一的子嗣，愿意为我寻一门优秀的驸马，并承诺保我一生富贵。当然我和娘亲志不在此。父王说爱我的娘亲，但也没有见多爱，他连我是男是女都不知，也不关心。甚至在贵妃陷害一事上，他始终是站在他角度，他的利益去出发。但我最后还是留在了皇宫，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去做，而太后则是我最有力的支持者。很多人以为我留在宫里是贪恋权势，其实恰恰相反。若我只想安稳，大可以带着娘亲抽身离开，远离这滩脏水。可我已经看得太清楚了，只要这天下的规矩不变，像娘亲，像李贵妃，像无数被家族和礼教裹挟的女子，就永远都只能在别人的棋盘上求活。既如此，那我就来改这盘棋。来年春天，在父王大刀阔斧寻求治疗绝嗣的路上，他的身体每况日下，渐渐的连上朝都力不从心。太后劝他隐退，可男人怎么会甘心将至高无上的权力拱手让出？所以他想到了下手为强。他一边哄着娘亲说要封他为后，一边派出10几名暗卫要将我置于死地。可是啊，整个皇宫早已布满了我的人，他皇帝只不过形同虚设。父王大概到死都不明白，我真正学会的不是如何像个男人争权，而是如何像个活人一样，在这套本就不为女子流露的规矩里，硬生生辟出一条路来。他怕的从来不是我夺位，他怕的是一旦我坐上那个位置，很多被默认了太久的规矩都会开始崩塌。他派来的10几名暗卫都没法近我身就被嘎了，温热的血液当场溅满父王的寝殿。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害怕。为什么？你只不过是个不被世间允许的女娃。别以为你办了几年男人就可以把自己当男人了。苏锦，这天下不会让女人登基，你当不了皇帝。哀家说能当，他就能当。太后从黑暗中走来，父王微眯着眼，他恍然大悟，像，真像啊！原来，哈哈哈哈，母后，她竟然继承了您的野心。太后一生有鸿鹄之志，只可惜因女子身份，一生被困在皇宫之中，受制于礼教。直到她看到了我，她终于可以不用再忍让了。她一定要把我捧上高位。我有谋略，有胆识，有智慧，更是合法的继承人。这皇帝理应是我，必须是我。元贞2年，父王退位，传位于我，我开启了属于天下女子尽情发挥的时代。女子不再是屈居于后宅的妇人，她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心意去经商，去择业，去选婿，不再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太平盛世理应性别平等，人人平等。我想要的从来不只是一个皇位，
我要的是以后再有人被逼着入宫时，他可以说不；再有女子想读书、经商、做官、选夫，甚至终身不嫁时，他也可以自己做主。若登基只是让我坐上一把更高的椅子，那这一路的鲜血与代价便毫无意义。我要的是让后来人不必再走我和他们走过的这条路。